各位，最近呢，中国的这些自媒体对新加坡的冷嘲热讽啊，让新加坡确实是破防了。你看新加坡的官媒啊，联合早报是一篇一篇的阴阳怪气的，是怼中国，而中国的官媒呢，基本上都没有发声，对吧？都是一些自媒体啊，这个就可以说是嘲讽新加坡吧。不过呢，新加坡那是真的是，人家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啊，就是跟中国对着干了。王群才呢，又抛出了一个言论，说要制裁中国。那位说啊，王群才怎么制裁中国呀？人家说了，要一片芯片也不给中国。有人又问了，那新加坡不产芯片啊？他的意思是，有2个案例，美国这边法院说，新加坡的一间离岸公司在美国买了芯片，然后呢运到大陆去了。哎呀，做生意这不都很正常的事儿吗？黄循财就跳出来喊了，我一定要扎住篱笆啊，一片芯片都不给大陆，要制裁中国。你看台湾的名嘴周锡伟先生都看不下去了啊，怒评黄循财，你英文很烂，你还当这个美国的奴才。那现在呢？难道是新加坡要赌上自己的未来吗？你看到黄循财的言行哦，似乎在一步步的突破新加坡以往中美之间走钢索的传统做法哦，而且呢，对中国科技的崛起哦，他选择了美国配合来封锁中国大陆，甚至制定机制来方便美国调查制定的新加坡企业。尤其你知道了吗？之前黄循财做这件事情反对中国已不是第一次了。之前日本高市长台湾有事的出来错误言论，他怎么讲？他还挺高市早苗他说对历史问题他倾向日本一方，劝中国放下历史包袱，应该往前看。我想问，最近的黄循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觉得黄循财不但是知识不够，判断力不好，我觉得他的程度很差。他程度差的原因是因为他用词遣字上真的不对，用的不好。黄循财又喜欢讲英文，但他的英文呢讲得不够简洁，也讲不到这个欧美的心窝里去啊。是，他讲不进去啊，因为黄循财的说服力不够，所以我说他的程度不够。那我想对他的个人，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看法了。我认为就2个字可以形容，叫做肤浅、短视。那黄循财对历史观呢更是错误。所谓的历史包袱这4个字不是可以随便用的，因为历史包袱其实是在日本人的身上。日本人的24世界大战所有的暴行留下来，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，这个才是日本人的包袱。那日本的历史包袱更重的是美国对他的管制，因为24次世界大战之后呢，美国几乎完全接管了日本，到今天还是如此。日本的经济一直没有办法起来，除了是他过去的那种大的企业家族的观念一直没有办法跟上时代，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的所有的政策是被美国人逼着走的。是，美国人要日本人做什么，日本人的政府乖乖听话，所以日本人不是没有好的科技，不是没有好的管理跟效率都有，但是因为被美国人压得死死的，到今天日本人还是要乖乖听美国人的话。那美国人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会洗脑。你要晓得，如果今天你在欧美念过书的人，甚至在欧美你都一直有关系，或者你常住在欧美的人，他经常都会有个观念，就被洗脑，就是美国是最好的。美国不管失业率多差，街头游民多少，在生活的品质、安全什么都降低之后，甚至现在军事科技的竞争力都不如人家。但是今天在很多的受过美国这种影响的人，还是认为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好的。这种被洗脑的人，黄循财就是其中之一。你要在新加坡是，他可以用英语、用华语跟用这个马来语但是新加坡它有一个教育，就是学校里面几乎它一半的课程都是用英语在教的。所以它是以英语为主。那新加坡过去的人口很少，这几年人口暴增，然后有外国人也进去投资。
为什么？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讲英语的环境，所以西方人都进去了。那讲英语的环境的话，你就必须要靠欧洲跟美国啊。所以黄循财这个观念完全就是欧洲美国人那个观念，短浅有偏见，尤其对中国大陆。那黄循财做的这些事情呢，是会害死他自己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你要对中国大陆的芯片你要做管制，其实你新加坡也没有什么很强的芯片的制造的能力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跟着一起瞎起哄什么？那日本对中国大陆的芯片的管制，他今天就受了伤害了。对，你光 NVIDIA 黄仁勋，他没有受伤害吗？他可以赚多少钱？全部被美国政府禁止掉了。黄仁勋现在是哑巴吃黄连，现在有苦说不出啊。ASML 怎么样？接下来 ASML 在中国大陆的市场，它会减掉起码一半以上啊。ASML 还能够维持吗？现在超紫光科技，中国大陆也做出来啦，其他的方式做10奈米以下的也做出来啦，机器做出来啦，以后中国大陆不需要你 ASML 啦，那你 ASML 又不能卖维修保护保养，被美国人逼的，那中国大陆想说你买你的光刻机通退还给你 ASML， 总共多少钱？大概600亿到800亿啊美金啊，你 ASML 还得起吗？买回购的回来不？有没有能力？没有能力啊！那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再拖一段时间，变成你 ASM 的专利，所有的专利中国大陆可以合法去用啦，去取得啦，他不用付你费用，他就可以取得啦，因为你有违约啊。所以你要晓得，美国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逼着他自己这些盟友去做打手，去打中国大陆。打中国大陆以后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你现在看看 ASM 的下场是什么？你看日本今天的下场是什么？你今天看看欧洲的下场是什么？你都要听美国人的话啊。有些人会讲说，你是不是对美国有偏见？我觉得不是。今天看到全世界，就是有一群西方的国家，有一群白种人，就认为他永远是最优越的，他永远不容许俄国、中国大陆这些国家起来嘛，也不容许日本你起来啊。你只要在经济上、科技上你要赢过我了，军事上赢过我了，我一定要去打压你嘛。讲到这里，黄循财真的，我为什么讲多？他的程度不够。你要知道，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芯片战争，那是全面的压制的，完全不合理的压制的。他就是让你中国大陆要做不出来芯片了。所以他所有的压制、所有的管制、所有的制裁、所有的禁运，它是不符合世贸的 WTO 的规定的，它也就是恶意的。那这些国家呢，必须要听美国人的话，为什么？都是靠美国人做生意嘛。所以他们听了他的话，那想到自己的生产呢，将来自己的出口呢，全部被限制了嘛，全部没有路走了。没有路走了以后怎么办？中国大陆现在站起来了。然后海南岛封关了，对，开始做的这个转运比你新加坡要强得多啦，效率比你新加坡要好得多啦，对，所有的政策又可以走向中国大陆那个市场，你新加坡不是就吃亏了吗？所以我觉得黄循财这位先生啊，真的太差，他尤其跟李光耀的父子比较起来，他完全没办法比。你不必选边站嘛。政治你何必选边站呢？你不选边站，两边可以得利，你又为什么不要？第二个，你帮着美国现在已经逐渐衰弱，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抗衡的情况之下，你要选择弱的那个，逐渐衰退的那个美国，你不是第二个笨吗？第三个笨是什么？你要去把中国大陆历史上的那个真实、那个真相，就是日本人的残暴。你要说成是历史包袱，你不是笨吗？你所有的名词的解释是错误的、不正确的。所以我在看黄循财，我们平常看到黄循财啊，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看到黄循财的时候都会笑一笑。怎么让一个幼稚园程度的人出来做新加坡的总理呢？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，他会把新加坡整个国家给毁掉。这两天呢，说起新加坡的事儿来啊，
就是有一些独轮运们，你看他那个发言啊，就是反共的极其低端的那些脑残啊来骂街，是吧？那个有一句话啊，叫韩非子说过，说国小无礼辱大邻，那就是屁眼子拔罐子，作得紧死得快啊！让我们看看吧，到底黄循财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上的评价吧？点个订阅，咱们下集再聊。